大家好，我是许悠贤。上一期说过，毒王自从2011年的黑色星期五之后，就一直没有在媒体上露面，直到2017年才出现在深夜扑克的节目重启。这手牌就是我感觉节目里挺有意思的一手牌。这手牌有2个 straddle， 就相当于有4个盲注。这牌桌总共才6个人，结果每一手牌都有4个人被自动拉到底池里投钱。好，那我们看盲注依次是200、400、800和1600，啥也不干，底池已经有3000美元了。毒王是第2个 straddle， 翻牌前 cut off 先弃牌，到庄家位置 robo 先涨到4500。 robo 这个数字选得很好，一般线下赌场玩翻牌前加注都是3倍到4倍，但是这里已经有2个 straddle 了，涨到4500已经起到了把烂牌打走的作用。再高，他翻牌前手牌的范围就不好平衡了。JRB 手里是一对10，其实很多玩家会在6人桌上3 bet 反加注回去，但是 JRB 打牌没那么凶悍，跟注也 OK， 但是这样玩一对10很难赢，因为后面很有可能其他玩家也会跟注，一对10到最后很容易就被人打走了。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听说 JRB 的赌资很多时候都是 robo 投资的，所以不能咬喂你10的手嘛。到毒王这里，正常情况下这手牌直接弃掉就算了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时候毒王已经在拍摄节目的第3天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玩了3天赢了80多万美元，他当时处在一种腾云驾雾的状态，这钱被他轻易的都吸过来了，所以感觉特别爽。再加上之前 robo 在他左边总是各种操作他，给他弄得很难受，所以毒王决定弄他一下，选择了 squeeze， 也就是加注到26500美元。因为毒王感觉 robo 在庄家的位置范围还是挺广的，这样涨会令 robo 弃掉 60% 的牌，更何况 JRB 翻牌前只是跟注，大概牌力也不强，只是他没有想到2个人都跟注了。这虽然是个很好的战术，但是应该用在更合适的牌上，比如说同花的 A 和一个小牌，或者是同花连牌，而不是浪费在39杂色上。翻牌出来62勾杂色， JRB 过牌，毒王压注45000，这个压注算是必须的。当你手里有39，选择翻牌前投机的时候，这个牌面这么干， 90% 的时候都是要下注的，因为对手很难中什么大牌，也不会中什么 big draw， 这个压注可以把很多牌都打走，比如像8、9同花啦， A 和小牌同花都可以打走。真正能跟住2枪的只有一对勾或者口袋对7-7以上这种牌。为什么说是2枪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毒王打牌的风格，他是一个喜欢开2枪的男人，只不过不巧对手这把确实中牌了。转牌是一张红心 K， 这张牌一出，毒王已经歇菜了，这时候再压注就是送钱。毒王过牌，robo 这个时候感觉他应该是领先的，但这个时候他压注也不安全，他在这里压注好处也不大，只能起到一些保护的作用。他在这里压注的话，只有牌比他大的人才会跟注，而且如果被毒王反掌回来也是很难受的，所以 robo 在这里也是过牌。合牌是红心圈， JRB 这手牌的一对10已经废掉了，任何人下注他只能弃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很多人拿一对10翻牌前都是反掌，这个时候牌面上已经很危险了，大牌全都在牌面上，而且也出现了同花的可能性。由于毒王看到转牌的时候对手都是过牌，感觉他们牌力不怎么样，他又开始浑身发痒，按耐不住了，肯定心想你们都怕了是不是？我来。随后他就下注了12万，55%的底池。这个压注是这手牌的关键，我感觉毒王的这个压注有点掉以轻心了，这么半吊子的开了一枪，像 robo 这样的对手肯定能看出他的意图，他这不疼不痒的压注了 55% 的底池，起不到什么震慑作用。而且他在扮演什么牌呢？这种牌面他如果有 K 就不会压注了，2对的话也只有勾圈，有勾 K 的话他大概会在转牌的时候继续打，唯一比较合理的牌就是有3条圈或者是勾圈，
甚至勾圈在这个牌面上都不一定压住。那他要扮演的牌就剩下同花了。同花的话，以他的打法应该会压得更大，而且如果他真有同花，说明翻牌的时候他啥也没有，也就是说他在某一时刻，不论是在翻牌的时候还是在合牌的时候，至少有一次压注是在投机。那这样的话，对手就有更多的理由去不相信他这个压注。现在看 Robo 的反应， Robo 想，你这手压注最有可能的价值牌就是同花，但我正好有一个红心 A， 那你有同花的几率就更小了，而且你要是有勾的同花，转牌的时候也有可能开枪。所以想到这些， Robo 就不会弃牌了。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选择，是跟注还是加注呢？这个时候顶尖的玩家就会跟普通的玩家做法不同，普通的玩家顶多就是跟注，甚至还会有一部分人弃牌。但是像 Robo 这样的高手就会想很多，而且高手会通过局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。他的一对勾其实已经很弱了，而且他也不是绝对的确认他的牌一定比毒王大，但是他知道不能弃牌。顶尖的职业玩家在这个合牌上会把自己的范围分成3份，分别是弃牌、跟注和加注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让人琢磨不透，因为他们的决定都是按比例把自己的范围规划好了，而且随机应变把自己的手牌分配到当下最合适的范围。为什么不能弃掉这个 A 勾呢？因为打到合牌的时候， Robo 手中的牌会有很多都是小对儿，比如一对6、口袋对，甚至一对2都有可能有，同时也包括踢脚不够高的对勾，像勾9、勾10啦这类牌。那面对毒王的这个压注，他可以把这些牌全部弃掉，但是 A 勾是一个很大的牌了，他要是连 A 勾也弃掉的话，就会导致他在合牌弃牌太多，那这样的话会被任人鱼肉，所以要么跟注要么加注。跟注的缺点就是后面还有 JRB， 如果后面的 JRB 也跟注了，那就说明 JRB 的牌一定比他手里的 A 勾大，而且甚至有小概率事件毒王本人会拿比他大的牌去 bluff， 所以他在这里 all in， 能把除了同花以外所有的牌都打走，甚至 JRB 有个小2对都会被打走。这个合牌的加注非常完美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